劫匪好不容易抢走了2个亿的小目标，可他们却一分不取，反而把所有钞票全都抛出飞机舱外，随后朝着监控比了个中指，二话不说，纵身一跃，紧追着2亿美元坠落的轨迹而去。他们迅速逼近下落的钞票，掏出提前备好的小刀，一刀割断捆钞票的绳索。刹那间，纸币如天女散花般漫天飞扬。借着这场钞票雨的掩护，他们静默无声地滑翔，直奔1200英尺深的墨西哥烟子洞。临近洞口时，他们果断打开降落伞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很快，当地天空真的下起了钞票雨，人们惊喜地争相捡拾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这群劫匪豁出性命抢走2个小目标，竟只是为了寻求刺激。就在警方还一头雾水时，劫匪们又骑着摩托车闯入一栋顶楼的珠宝大厦，当场洗劫了所有珠宝首饰。不等工作人员反应过来，他们已冲出大厦，再次打开降落伞，将珠宝洒向街头的穷人。警方探员杰克得知此事后，立刻察觉不对劲。他发现劫匪们已完成3项挑战：非洲的励志涌现、珠穆朗玛峰的天之诞生、墨西哥烟子洞的地质觉醒。结合为期8项挑战的项目设定，他推断下一次目标很可能是第4项水之森林。为验证猜想，杰克火速赶往大白鲨出没的海域，果然撞见劫匪正在冲浪。为接近他们，杰克伪装成极限运动员，一头扎进惊涛骇浪。凭借过人的胆识和不怕死的气势，他成功博取了劫匪的信任。他声称也想加入团队，挑战为期8项。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老大一顿狠揍。原来这是一场考验，只为测试他是否扛打。确认杰克确实是个硬汉后，老大当场同意他入伙。第2天，他们便登上3000米高的阿尔卑斯山，挑战第5项风之涌动。众人换上翼装，从悬崖一跃而下。要知道，翼装飞行死亡率高达40%，全球80亿人中仅有约600人敢尝试，但他们早已驾轻就熟，很快进入理想飞行状态，以每秒200公里的速度俯冲而下，穿越茂密灌木丛时，没人敢分神，稍有不慎便会撞树身亡。他们只能紧盯前方，不断微调姿态，闪避障碍。最终，众人顺利抵达风之涌动的终极关卡，穿越长达2000米的瓦伦斯塔特大峡谷。此时飞行速度已突破200公里每小时。峡谷虽不长，但两侧岩壁坚硬如铁，稍有偏差便是粉身碎骨。就在此时，一股乱流突袭，飞行愈发艰难。好在他们技术过硬，有惊无险地穿过峡谷，成功打开降落伞，安全降落在一片草地上。落地后，众人激动相拥，彼此赞颂英勇。殊不知，他们很快将为这场疯狂付出彩虹代价。为追求更极致的刺激，第2天，他们乘直升机来到5000米高的雪山，计划在不勘察路线的情况下，踩着滑板一路滑至山脚，完成为期8项第6项挑战冰之固结。众人还在犹豫从哪条路线出发，杰克却已率先滑下。见状，其他人只能紧随其后，只留一人在山顶担任安全员，随时准备呼叫救援。很快，他们追上杰克，却发现滑道上遍布裸露岩石，一旦撞上，必坠深渊。滑板在高速摩擦下发出刺耳声响，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般兴奋难抑。然而，在快感巅峰时，一名队友因重心失衡，失控滑向悬崖边缘，最终坠入深渊，与世长辞。杰克深感自责，认为是自己的冲动害死了同伴。队长却平静安慰他，这就是为期8项，没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直到此刻，杰克才明白，他们不要命的挑战极限，实则是为了唤起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视。但队长认为，仅靠这些还不足以引发足够关注，于是他们径直闯入一座长期开采、严重破坏生态的金矿。队长早已备好几箱炸药，打算将其彻底炸毁。就在手下安置好炸弹，队长准备按下引爆器时，杰克突然出手阻止。他再也无法容忍这种犯罪行为。可队长置若罔闻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开关，金矿轰然崩塌。队长骑上小摩托迅速逃离，杰克则在后紧追不舍。由于杰克的真实身份是警察，且金矿爆炸案影响重大，上级已下达死命令，必须将这群人缉拿归案，否则他们必将制造更大混乱。得知队长已前往委内瑞拉，准备徒手攀爬979米高的天使瀑，为期8项，
第7项命之主宰，杰克立刻赶往现场。这项挑战要求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攀上瀑布顶端，岩壁覆盖着湿滑苔藓，失手即粉身碎骨。队长率先攀爬，小弟紧随其后。杰克也从后方追上，试图阻止。可爬至半山腰时，小弟因找不到着力点，仅靠单手悬挂在崖壁上。他拼命挣扎，却无力回天，最终体力耗尽，坠落身亡。队长来不及悲痛，只能咬牙继续向上。杰克则死死追赶。半小时后，两人终于登顶。杰克苦劝队长回头，称此处太过危险。队长却只淡淡看了他一眼，随即纵身跃入瀑布深渊。杰克想救人，也跟着跳了下去。原来，这正是尾崎8项的最后一项——终极性。传说，完成全部8项者将涅槃重生，抵达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。万幸的是，杰克落水后仅受轻伤，但队长却踪影全无。杰克心中了然，完成水之生灵的考验后，队长定会去挑战更凶险的巨浪。果然，几个月后，杰克在太平洋海面发现了队长驾驶的轮船。他好心劝队长放弃，称这种天气冲浪无异于自杀，但队长已执念入魔，他已完成7项挑战，只差最后一项水之生灵便可涅槃。见劝说无用，杰克只得独自爬上救援直升机，队长则用绳索固定船舵，抱起冲浪板，义无反顾地冲向滔天巨浪。巨浪再次拍下，队长的身影却再也没有出现。望着翻涌的海面，杰克异常平静，他知道这才是队长最好的归宿。影片至此结束。